委内瑞拉行动的幕后推手，比三角洲更神秘的特种部队。提起美军的特种部队，不少朋友或许要提名三角洲部队、海豹突击队，甚至是空军第24特种战术中队，但这些都是 T1，不是最强的。真正的 T0 特种部队，你绝对猜不到，它叫做 ISA， 或者说橙色特遣队。那么这支部队为什么如此神秘？它又到底负责什么任务？ISA 的全称为情报支持活动处，在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内部，这支部队被称为影子里的影子。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最高级别的国家机密，在五角大楼的档案库里，它的名字更换频率超过了任何一支现役部队。曾经它被称为实地作战小组，也被称为中枢钉子，还用过灰狐以及橙色小队等10几个掩护代号。这种极端的命名方式就是为了躲避美国国会的审计预算。这也意味着 ISA 不属于传统的海陆空三军编制，它是只属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顶级资产。那么这支美国最神秘的部队到底是什么来头？世上所有的顶级精锐部队往往都诞生于最惨烈的失败。对于 ISA 来说，这个失败的行动代号叫做鹰爪行动。1980年的德黑兰，为了营救被扣押的人员，美军动用了当时所有最精锐的力量。然而行动还没进入市区，就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直升机在漫天黄沙中发生了致命的碰撞，8名美军士兵当场牺牲。几架昂贵的直升机连同绝密地图被丢弃在沙漠里。这场惨败不仅让卡特总统丢掉了连任的机会，更让美军特种部队跌入被质疑的深渊。在随后长达数月的痛苦复盘中，五角大楼终于发现失败的根源，他们犯了一个情报系统的致命漏洞。当时的 CIA 更擅长政治渗透和高层博弈，他们能告诉特战小组总统晚饭吃了什么，却搞不清楚大使馆后院的围墙到底是3米还是4米。他们能搞到伊朗正规军的驻防图，却无法提供目标建筑内具体的岗哨换班频率。对于特种兵来说，这种微观情报才是真的价值千金，而宏观情报在瞬息万变的近战中毫无作用。当时的空降兵指挥官杰里金上校终于意识到，美军必须建立一支完全不同寻常的力量，这支力量必须像职业间谍一样收集情报，同时又必须像顶级特种兵一样具备强大的单兵战斗力。于是在1981年 ISA 在弗吉尼亚州的贝尔沃堡秘密成立，它的初始成员全是来自各自精锐部队中智商最高的一群人。从那一刻起，美军进入了情报与行动高度融合的新时代。ISA 的招募标准在整个全球特种作战界都是秘密，据火力军所知，他们从不公开招兵，这也意味着任何人都无法在任何招兵办公室找到他们的报名表，因为 ISA 根本不是自动报名制度。通常情况下，如果屏幕前的各位想要成为 ISA 的队员，那就只能等着他们根据你的档案主动去找你。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被 ISA 抽中，其候选人主要来源于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或者是第75游骑兵团中的佼佼者。但即便是最优秀的狙击手或者爆破专家，如果长得太像一个标准军人，也会被立刻淘汰。因为 ISA 不需要那些满身肌肉的硬汉，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扔进开罗菜市场或者扔进伦敦地铁站，几秒钟之内就能消失在人群里的平凡人。在这里，平庸的长相和内敛的气质反而是最高级的伪装。毕竟 ISA 要的不是兵王，而是长相一般的詹姆斯邦德。一个合格的 ISA 成员必须精通至少2门以上的外语，而且要达到母语级别的流利程度。但这只是敲门砖。每名 ISA 队员不仅要学习如何精确射击，更要学习如何在没有任何后援的情况下，独自在敌对国家的首都潜伏3个月甚至半年。他们必须学会熟练地撬开各种复杂的锁具，以及如何在瞬息之间安放微型窃听器，也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名007。在 ISA 最核心的训练科目叫信号情报，每一个 ISA 成员都必须是世界顶级的无线电专家，这就要求他们要从极其庞杂的环境背景电波中锁定目标的特定频率。携带的设备看起来就像普通的旅行包或者电脑包，其实里面装载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监听采集终端。这种设备可以实时扫描周边的蜂窝网络数据。在选拔的最后阶段，候选者会被空投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身上只有极少量的备用金，他们必须在被追踪的情况下完成复杂的接头和取证任务。只有通过这种非人选拔的人才能被授予秘密代号。至于 ISA 的核心战斗力来源于2种情报模式的巅峰结合。首先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训练项目，信号情报，这是 ISA 的看家本领。当目标人物意识到自己被卫星监控时，他会选择彻底停用所有的移动电子设备。但是在现代数字社会，只要一个人还活着，他就会产生各种电子信号。ISA 的小队会携带小型化的侦测设备，
在目标大楼的斜对角甚至同一层楼潜伏，然后利用伪基站技术诱骗目标的手机上线。这种技术可以在几厘米的误差内确定目标的位置，他们能告诉你目标到底是坐在沙发上，还是躲在某个坚固的暗室里。其次是人力情报，卫星和无人机能看到目标走进了哪栋摩天大楼，但他们看不到目标在房间里开了什么绝密会议。这时候 ISA 的成员会化妆成电力技师或者空调工，亲自潜入目标核心区域安放纳米级麦克风，或者是将定位芯片吸附在目标的汽车底盘上。这种近距离的物理接触是任何卫星都无法取代的。比如在委内瑞拉局势中，这种手段被运用到了极致的水平。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委内瑞拉正规军的动向时， ISA 的小队早已摸清了马杜罗身边每一个亲信的通话习惯。他们不需要发射任何一枚导弹，只需要修改某一段特定的数字加密信号，就能让对方的整个防空系统瞬间瘫痪。这种在肉眼看不见的维度进行战争的逻辑，正是 ISA 存在的终极威慑力。当然 ISA 之所以在情报界鼎鼎大名，不只是因为严苛的选拔，更在于其威名赫赫的战绩。如果翻开 ISA 的实战记录，我们就会发现，这简直是一部缩写版的现代特战史。第一个著名的战地是追捕哥伦比亚的埃斯科巴。当时的埃斯科巴利用哥伦比亚的原始丛林和庞大金钱买通了整个政府，美军的正规部队在复杂的雨林和贫民窟面前束手无策，于是就该 ISA 出手了。他们开着特种改装的民用货车，在麦德林的街道上反复穿梭，货车内装载着当时全球最顶尖的三角测量定向仪。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截获埃斯科巴的对讲机频率。最终，正是因为埃斯科巴给家人打了一通长达几分钟的电话， ISA 在极短的时间内便锁定了他的确切经纬度坐标，并将坐标实时传回了待命的哥伦比亚军方。埃斯科巴也迎来了末日。第二个著名的战地是搜捕伊拉克前总统。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这位总统消失在茫茫的部族中，负责搜捕的特遣队一度陷入了严重的信息僵局，因为外界提供的线报真假难辨。ISA 的灰狐小组随后接手了这一绝密任务，他们开始监控总统家族核心圈层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通过大数据分析， ISA 发现了一个极其隐秘的规律：总统的一名铁杆保镖总是会在固定时间出现在某个无名村庄。通过对该信号源的持续追踪， ISA 最终锁定了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贫穷农场。当特种兵揭开那个布满灰尘的蜘蛛洞盖子时，前总统正狼狈不堪地躲在黑暗的地洞里。 ISA 之所以在美军内部拥有超人地位，是因为它彻底打破了传统军事情报系统的桎梏。在传统的指挥体系中，情报的流转往往非常缓慢且死板。特工发现情报后需要向上级汇报，经过分析员筛选后再呈报给最终的指挥官。等这套流程全部走完时，目标人物可能早就转移到了隐蔽所。但在 ISA 的实战体系下，情报与行动是高度同构的。当 ISA 的地面特工截获目标信号的一瞬间，可以直接通过加密频道呼救就在附近的战斗部队。这种扁平化的指挥结构让美军特战拥有了超越人类肉眼反应的感知力。在近年情报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下， ISA 的作用正在从单纯的战术打击向灰色地带对抗转型。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 ISA 可以在不引发外交冲突的前提下完成对他国的战略侦察。他们可以在深海海底光缆的节点上安装秘密的监听模块，也可以在对方核心军用机房的电路中植入频率捕获器。这种行动往往涉及极高的技术门槛，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但对于 ISA 的成员来说，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内容。他们是美军在暗处博弈中维持技术代差的最后底牌，也是美军情报系统中最孤独的英雄。尽管立下了无数足以改写历史的功勋，但 ISA 却始终是一支没有任何名分的幽灵部队。如果一名 ISA 成员在海外行动中不幸阵亡，他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公开的新闻通告中，而且通常会被刻在蓝地总部一面无名大理石墙上，或者被美军官方轻描淡写地称为死于训练意外。这种极端的保密不仅是对敌人的战略欺骗，更是对这些特殊战士的一种人身保护，因为他们掌握了太多绝对不能见光的秘密。 ISA 的官方座右铭非常简短， Send me， 翻译过来就是派我去。这简单的2个字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极度沉重的职业荣誉感。它意味着当所有人都因为恐惧而选择后退，所有的常规情报手段全部宣告失效，行动的风险程度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一群人穿着普通的格子衫，便会拿着改装的民用电子设备，悄无声息地走进死神的阴影里。他们不需要媒体的欢呼，也不需要勋章的加持，甚至不需要被任何官方史书记住。他们只需要在目标被成功清除的那一刻，轻轻关掉手中的监听设备，然后像水滴一样消失在异国他乡。这种寂静而危险的底色，才是 ISA 作为世界最顶级特种部队的真正魅力所在。
看完了 IS-A 的故事，你可能会重新审视现代战争的本质逻辑。战争不再仅仅是火炮和航母肉眼可见的对垒，它更多时候发生在0和1组成的数字洪流中，发生在寂静街道上的每一个眼神交错里。在这个充斥着大数据算法和全方位监听的时代， IS-A 就是美国维持全球掌控力的那只隐形手。不难想象，在未来的全球复杂局势博弈中，这种影子部队之间的交锋将会变得越来越密集，而 IS-A 也依旧会继续上演着它的传奇。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还知道哪些关于 IS-A 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